这佛像每天在流血，从额头到后背都不断往外渗，这血越渗越多，看着吓人。他们把佛像放在太阳下，用摄像机对着，这血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渗了出来。佛像里面看来有东西啊，用榔头一敲，里面发出的声音更让大家确信，佛像里面绝对装满了东西。佛像是别人送他的，刚开始就额头上有一点点液体，大妈也没多想，顺手就给他洗掉了。但他万万没想到，接下来佛像全身都开始渗血，才明白过来这佛像不对劲。大妈这下彻底慌了神，因为听说佛像流血泪必有大灾，在记者的帮助下找到了木雕师傅。师傅捧着佛像左看右看，也懵了，说从来没见过会流血的雕像，感觉这更像是一种诅咒。这下大妈更慌了，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大家找到专家对佛像进行取样检测，结果显示佛像表面有很多细小的孔洞，渗出的粘稠液体其实是树枝，也就是说这佛像就是用一整块松树树枝做成的，而且里面也没有干透，所以才会一直渗出红色的树枝。听到这里，大妈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是一种比鲱鱼罐头还要臭的食物，一般人闻一下就会吐，他们却爱到不行，平时呢都舍不得吃，只有招待客人的时候才会拿出来。记者尝了一口，反应非常真实。这种食物就是腌海雀。要制作这种美食，第一步先抓海雀。这个半山腰就有大量的海雀，一对父子穿上浅色衣服，埋伏在岩石中，等待合适的机会。他们的工具就是一张网，这就是他们传统的狩猎方式。等海雀靠近，直接用大网一搂，就能轻松捕获一只海雀，没一会儿就收获了上百只。现在呢，海雀有了，要完成这道美食，还需要一张海豹皮。海雀不需要任何处理，直接带毛往海豹肚子里装，大约能装100多只。装满后再排出里面的空气，把海豹肚子缝合起来，缝合口均匀涂上海豹油脂，防止长蛆。然后呢，把它埋在岩石下面，不留任何间隙。接下来经过6个月的发酵，就形成了著名的腌海雀。取出来可以看到，海雀保存的非常完整，看着很新鲜。不过呢，味道实在让人上头。他们迫不及待的想要品尝，拿出来的海雀直接拔毛，从拔毛的轻松程度就可以判断海雀是否已经发酵成功。拔毛后，对着屁股猛吸一口，把已经发酵腐化的内脏通通吸出来，一股浓汤下肚，咸味加腥味再加纳豆混合下水道的味道，他们却吃得津津有味，满满的幸福感，越吸越上瘾，根本停不下来。他们甚至还说吃起来有点甜，记者忍不住尝了尝，说还可以接受，不是很臭。不过呢，在缺少蔬菜的情况下，腌海雀确实给他们提供了大量蛋白质和维生素，这就是因纽特人独特的饮食习惯。男孩的身体是个吸铁石，把铁勺往身上轻轻一放，瞬间就吸了上去，最多可以同时吸5个叉子，硬币也不在话下。这些东西就像被粘在他身上一样，非常牢固。他不仅能吸铁，手机也可以完美吸附，甚至连陶瓷盘子都可以。而且当他生气的时候，吸力会变得更强，能吸住更多的东西。这个特异功能是在他吃饭时偶然发现的。妈妈看到大为震惊，带他去医院检查，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和他一样身体有磁力的还有下面这个男孩，他的超能力是奶奶发现的，往他身上丢硬币，硬币根本不会掉，牢牢的吸在身上。他不仅能吸勺子、硬币、手机，什么平底锅、电熨斗、手风琴都可以轻轻松松吸到身上，最多能吸50斤的铁盘子。奶奶说他的磁力还可以治病，有一次就治好了邻居的头痛，邻居对他的绝技称赞不已，但他说每次施展魔力后都会感觉很累，要休息几天才能恢复能力。如今已经长大的他不仅变得更胖，磁力还变得更强，甚至还上了电视，给观众表演了胸口吸铁锅，观众都惊叹不已。不过也有人质疑，说因为他肚子大，身体有弧度，东西其实是被他撑住的，那到底是磁力吸引还是被撑住的？最终呢也没有个确定的结论。但下面这位大叔看了之后表示不服，大叔的身体有磁力，一次性可以吸85个勺子，连后背都可以吸起一个大铁盆，不仅不会掉，还非常牢固。身体磁力最强的地方是胸部和腹部，胸口还可以吸各种水果蔬菜，小黄瓜轻轻放在胸前，立马就吸上了。后来还尝试吸手机、盘子、瓷砖、车钥匙，都可以成功吸附。他说目前世界纪录保持者可以在身上吸53个勺子，他第一次尝试就吸了85个勺子，直接打破了世界纪录。还说吸东西完全靠意念，要集中精力，然后把体内的能量转移到胸口上。普通人这样做也可以把勺子吸到身上。再后来他不满足于吸小东西，开始尝试大物件，汽车引擎盖可以轻松吸附，茶几玻璃也没问题，甚至连木头门板都可以，转圈也毫无压力。他说自己完全掌握了这种能力，吸任何东西都像喝水一样简单，还可以把能量输到全身，想让哪个部位吸都可以，脸上也没问题，自己可以随意控制能力，只需要紧闭双眼就可以开启或关
关闭，让它掉就会掉。但科学家们否认了他的说法，说他只是皮肤比较黏而已。如果在夏天1个星期不洗澡，效果更好。专家建议洗澡就好了。拥有这种超能力的还不止他们，下面这位大叔更夸张。大叔的身体能吸铁，一次性可以吸100个勺子，四处走动，勺子也不会掉。他说腿上的磁力更强，走在路上都会把附近的小铁钉吸到腿上，直接成了一块行走的吸铁石。小到铁钉勺子，大到汽车引擎盖，通通可以吸在身上，盖子上还可以坐一个人。那他为啥会拥有这种超能力？真的是神奇。现在呢，他要升级挑战，胸前吸上一个凳子，凳子上再坐个小伙子，还准备拉动一辆汽车。挑战开始，汽车还真被他拉动了，但他并不打算停止挑战，说以后准备拉火车和飞机。接着他还说出了自己是如何获得超能力的。原来5年前遭遇了一次严重的电梯事故，没想到摇身变成了一个人体吸铁石，能够吸附起任何东西。这种能力还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强。这种现象让科学家们感到迷惑，如果纯粹凭身上的磁力就能吸起东西的话，那么他们身上的磁力将是地球磁力的1000倍左右，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科学家对他进行了全面测试，结果发现他身上压根没有任何磁力，和普通人没有区别。最后才发现他的皮肤能够大量分泌一种粘性皮脂，这使得他的毛孔像吸盘一样，所以才能吸住物体。科学家最后建议说，你也去洗澡吧。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半夜去厕所，马桶里总会出现没有冲的尿，但主人每次上完厕所都会随手冲马桶，而且家里就他一个人，这就很诡异了。房子呢还是租的，才住进来半年而已，当时的租金还很便宜。他怀疑自己住到了凶宅，难不成家里真的有别的东西？主人现在怕得很，半夜都不敢上厕所，只能憋到天亮。天亮后来到厕所，又出现了没有冲的尿，看尿的颜色，这东西啊还有点上火。主人决定豁出去了，在厕所安装了监控，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竟然是他家的猫。猫难道会上厕所？主人说等他上厕所你就知道了。等了好久，猫咪都没有要上厕所的意思，倒是主人来了尿意，刚来到厕所，猫咪就跟了过来，直接跳上了马桶，像人一样蹲在那里开始释放，表情十分严肃。主人还说自己从来没有训练过它，那它为啥会在马桶上厕所？专家说猫喜欢模仿主人的行为，如果你们关系很好，猫会表现得像人一样，以此来得到更多喜爱，这样一来就说得通了。小猫就是主人收养的流浪猫，之前主人上厕所，猫就会蹲在厕所里仔细观察，现在呢，如果厕所门关了，猫还会叫个不停。为了方便它上厕所，主人决定以后就不关厕所门了，如果它能出马桶的话就更好了。无独有偶，下面这件灵异事件也和猫有关。它后背上竟然长了一个脑袋，还变得越来越大，摸起来呢软软的，感觉里面好像有东西在动，但谁都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然而医生的一句话让所有人大惊失色，直到最后把脑袋切开，才看清它的真面目。大叔说自从多了一个脑袋，感觉自己变聪明了很多，但常常感觉后背有虫子乱钻，手臂和脖子还经常会失去知觉，心里呢会产生2种不同的声音，分别控制自己，常常会产生邪恶的念头。他怕以后无法控制自己，真的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所以呢赶紧找到了医生，来了个线上会诊。当他把衣服脱掉，这东西的个头属实把医生吓了一跳。他说这东西已经长了23年，有一次呢在野外洗澡，过了没几天就长出了这东西。刚开始呢和葡萄差不多大小，慢慢就变成了这样。会诊过程中，他突然开始胡言乱语，还奇怪的大笑，看着呢根本不受控制的样子。医生顿感不妙，怀疑是洗澡时感染了食脑虫。当食脑虫侵入体内，会一点点啃食神经组织，患者就会出现头痛、恶心、四肢麻木的症状。由于肿块紧靠着脑袋，医生怀疑食脑虫已经侵入了大脑，情绪控制相关的大脑区域已经受到了干扰，大叔才会出现幻觉、精神错乱等症状。一旦食脑虫开始啃食视神经，那他将会有失明的可能。现在必须要尽快进行手术，看看这个脑袋里到底有什么。医生还想问一些关键的信息，但大叔依然不停地胡言乱语。这时大叔的儿子走了过来，医生赶紧让儿子把他控制住，等大叔稳定下来后赶紧送来医院。隔天大叔来到医院进行手术，医生经过细致的计划和准备，手术就开始了。把脑袋割开后，接着就流出了一坨白花花的东西，看着非常像奶油。不过还好，医生并没有发现食脑虫，看起来只是普通的脂肪瘤而已。处理完毕，缝合伤口，慢慢的就可以康复了。这里的女人体重不到200斤，根本嫁不出去，瘦子在这里会被嘲笑，只有200斤以上的才能叫美女。村里男人的梦想就是能娶上一个200斤的老婆。采访过程中，男人们还说出了一个流传1000年的奇怪习俗，更加震惊了节目组。这4位就是当地的女神，一个比一个胖，追求者也是一个比一个多。他们是准备竞选春花的，竞选春花的标准要超过200斤，他们吃完饭就要称体重。第一位体重210斤，刚刚及格；第二位体重268斤，还不错；第三位体重284斤，很有竞争力。
然而现在的春花表示不服，小心翼翼地站上体重计，生怕把体重计踩坏。果然，体重计在显示428斤后直接黑屏。不过呢，她现在的地位还是很稳固的，在这里只有200斤以上的才能叫美女，连这位18岁的少女体重都达到了218斤，因此还交到了男朋友，还说男朋友对自己爱到不行。出于好奇，节目组决定采访村里的男人，结果大家都说自己就喜欢胖的，越胖越爱，无法自拔，还说这种习俗已经传承了1000年，胖老婆能彰显自己的成功，可以到处炫耀。他们这里信奉一句话，老婆要娶胖胖的，生活才会旺旺的。采访过程中，我们还看到了一对夫妻正在秀恩爱，男人在帮妻子抠头皮屑，眼神中流露着对妻子的宠溺。接着我们又去了村里有名的模范夫妻家里，一进门就看到女人在睡觉，丈夫小心翼翼地把妻子叫醒，还贴心地给妻子涂抹爽身粉，防止起痱子。女人说结婚16年，丈夫一直都是这样宠自己，感觉自己就像小公主一样，还说自己结婚前瘦瘦巴巴的，一点都不好看。啥也别说了，直接上秤吧，294斤，果然是标准的美女身材。工作人员想要挑战下，把300斤的小公主背起来是种什么体验？结果呢，差点骨折。女人又向节目组展示了自己的衣服，看着异常肥大，女人却说这是为了凸显身材的紧身裤。接着呢，还穿了起来，看得出来确实很凸显身材。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吃饭、睡觉、看电视，最常说的话就是饭做好了吗？丈夫听到就赶紧去做饭，说娶个老婆不容易，关键呢还娶了个这么漂亮的，自己的老婆肯定要自己疼。女人拍着快饿扁的肚子，焦急地等待着。终于，丈夫端来了饭菜，直接端到了妻子面前，赶紧给妻子盛了一盆。妻子接过米饭，大口开造，不一会儿，一盆米饭就见了底，酒足饭饱，拍拍小肚腩，赶紧补个午觉。洗碗这种小事肯定是老公的，妻子只负责胖就行了。女人还告诉节目组自己保持身材的秘诀，那就是要多吃米饭，因为米饭属于碳水化合物，可以很好的维持我们的身材。然后呢，就是吃完就睡。为了方便妻子出行，丈夫还贴心的打到了专属座位，妻子艰难的爬上座位，没成想油门踩到底，车子呢却一动不动。丈夫把车推到平坦的路面，车子才勉强走了起来。在路上，老公洋洋得意，一直在炫耀自己的老婆。可以看到，村里像他这样的改装摩托还有很多，一般呢都说明家里有个200斤以上的老婆，这是身份的象征，比开宝马奔驰有面子。豪华一点的还会安装个遮阳顶。节目组不禁感慨，难道村里就没有一个瘦子吗？随后在村里找了半天，终于看到一个很瘦的女孩。女孩呢显得很不自信，一打听才知道至今没交过男朋友，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大龄剩女。一旁的父亲都愁坏了，说只要嫁出去不要彩礼，陪嫁100万。即使这样，仍然没有人上门，为此他感到很自卑，可偏偏自己怎么吃都吃不胖，为此呢还差点得抑郁症。节目组当场做起了媒人，要给女孩介绍对象，把街边的一个流浪汉拉了过来。流浪汉看到女孩后连连摇头，说自己的理想型是胖胖的，说完直接转身就走了。更让女孩心里不平衡的是，自己的闺蜜却是个标准的美女，追求者众多。这不，闺蜜刚回家，家门口就出现了3个追求者，其中一个已经追了2年。他们在门口蹲守半天，只为看闺蜜一眼。舔狗们和男孩们一直到深夜才离开，还说明天再来。看得出来，闺蜜也很享受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所以美的标准从来都不是唯一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自己喜欢最重要。他一觉醒来，发现被绑架到了一间密室。他大声呼救，也没有任何回应。墙上的摄像头正在同步直播他的一举一动。这时广播里传来声音，说了一切游戏规则，最重要的规则就是禁止睡觉，任何企图睡觉的行为都会被制止。广播还说，出去的线索就在密室里，密室里只有一个凳子和水桶。他掀开水桶盖，里面全都是腐肉。没办法，为了能出去，强大的求生欲驱使他忍着恶臭在里面一阵翻找，只找到了一个玩具娃娃。接着进来一个手拿电击棒的蒙面人，把小丽电晕后绑在了椅子上，给他戴上了 VR 眼镜。 VR 里播放着打扑克牌的画面，还传出刺耳的声音，这让他整晚无法睡觉。此时直播间人气飙升，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暗网吗？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来到第二天早上，小丽被逼着回答一些变态的问题，回答不能让他们满意的话，就会被蒙面人用高压水枪持续攻击。蒙面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小丽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就这样来到第3天，蒙面人又带进来一个女人，让他们2个玩抢答游戏，答错的话就会受到惩罚。小丽侥幸获胜，新来的女人则被一枪爆头。3天没睡觉的小丽看到这一幕崩溃了，她完全不知道蒙面人的目的是什么。随后蒙面人给她戴上了 VR 眼镜，漫长的煎熬又开始了。来到第4天，小丽已经变得有些精神恍惚了。4天没睡觉没吃饭的她都已经很难站立了。这时蒙面人送进来一些吃的，但是被锁了起来。广播里说他只有1分钟的时间，小丽不断换钥匙开锁，终于打开了，接着狼吞虎咽起来。1分钟时间到，小丽把饭吃了个精光。广播里又说大门的钥匙就在那串
串钥匙里面，你其实可以用这1分钟的时间打开大门逃走的。小丽又崩溃了，在这给我玩脑筋急转弯呢。接着蒙面人又准备把他绑在椅子上，趁蒙面人不注意，小丽一个提膝放倒了他，捡起那串钥匙冲向大门，试了几次后终于打开了锁，但紧接着被缓过来的蒙面人电晕了。时间来到第5天，5天没有睡觉的小丽刚闭上眼睛就被刺耳的警报声叫醒了。接着蒙面人推进来一个木箱，把小丽电晕后放了进来，接着封上盖板，随后又把3只老鼠放了进去。这时广播里又说话了，说老鼠已经饿了好几天了，你们谁死谁活由你决定。一番挣扎过后，他咬死了3只大老鼠，老鼠估计也是第一次见到比猫还厉害的人。随后蒙面人打开箱子，把小丽放了出来，为了防止她睡觉，再次给她戴上了 VR 眼镜。来到第6天，一阵滴滴声传来，他循着声音在之前的玩具娃娃里找到一部手机，这不好办了吗？他赶紧报警求助，警方让他提供地址，但他根本不知道这是哪里。突然电话就没声音了，原来是没电了。此刻小丽真的崩溃了，6天没有睡觉，她已经开始产生幻觉了，看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人。随后她被绑在了手术台上，医生破坏了她脑部的人脸识别中枢神经，小丽现在已经不能识别特定的人脸了，简单来说也就是脸盲了。就这样来到了第10天，小丽恍惚中看到对面坐着一个长相恐怖的男人，中间还放着一把锤子。恐惧中她拿起锤子梆梆2锤把对方解决了。抬头一看，密室大门居然打开了，别管有没有阴谋，先逃出来再说。没想到啊，他竟然跌跌撞撞的跑了出来，才发现这里是荒废很久的工厂。10天没睡觉的他最后还是倒在了回家的路上，还好被一对双胞胎老大妈救了，但是画面看着属实诡异。最后在没有询问小丽家庭地址的情况下，竟然把她送回了家。其实这对双胞胎也是蒙面人一伙的，小丽现在也还在游戏中。回到家的小丽第一件事竟然先洗了个澡，不是应该先睡觉吗？我觉得她还是不困。这时她听到有人开门，她惊慌的拿起一把刀躲在了墙后面。她现在已经不认识任何人了，等人靠近后，她从后面偷袭猛刺几刀就把这人解决了。刚刚小丽杀人的画面也正被蒙面人组织同步直播了。这时直播间管理员发送了一句话：实验成功，直播结束。其实小丽杀的人正是自己的父亲。之后小丽被带到警局，经过医生评估后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画面一转，一个中年妇女从这间密室醒来，直播又重新开启。原来这个女人是一位俄罗斯高官的妻子，蒙面人组织之前刺杀过高官，但是失败了，于是找到了这种方法，让人连续10天不睡觉，再破坏他们人脸识别中枢神经，让他们不认识身边的人。小丽杀掉了自己的父亲，证明了实验的可行性，于是他们绑架高官的妻子，以同样的方法想让妻子杀掉高官，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谋杀高官。这个电影看得我真的好困，答应我看完这个视频点个赞就睡觉吧。我是岳贝，下期见。今天是个大工程，你这颗牙坏得非常严重，牙齿内部还不停地冒血，直到钻开牙根管才发现情况远比想象的更严重。医生给你蒙上手术巾，开始了操作。按照惯例，麻药是少不了的。等麻药起效后，医生开始用钻头去除腐质。可以看到，这颗牙已经坏到了牙神经，还引发了炎症。医生刚把内部清理干净，血水就冒了出来。医生决定给你进行根管治疗，通俗点讲就是杀神经。这应该是牙齿问题中最可怕的一种治疗方式。听到这里，你已经紧张地握起了拳头。为了让你放松下来，首先呢就要重新打麻药。医生还特意把针头掰弯了，紧靠着牙齿来一针，内部的神经也要来一针。现在呢需要用钻头打开牙髓腔。吹干后可以看到根管已经完全暴露，接着医生测量根管的深度，根据测量的深度来选择长度合适的根管锉，来一点点刮除坏死的牙髓。依次把3个根管清理完毕后，还要使用消毒剂反复冲洗根管内部，防止后续再次发炎。牙髓处理干净后，医生装上小钻头，开始拓宽根管。经过几个不同钻头的轮番操作，可以看到根管和刚开始相比已经扩大了很多。接着呢，插入3根类似棉签的东西，对根管内部进行干燥处理。接着呢，要使用牙胶尖来填充根管，牙胶尖要先裹上一层密封剂，这样呢就可以完美填充牙根管，不会留下任何间隙。接着使用加热工具熔断牙胶尖，依次对3个根管进行同样的操作。
接下来还要使用融化的牙胶继续填充根管顶部。这样下来呢，根管部分就完全填充好了。接着对牙冠部分填充树脂。最后安装上人工牙冠，这样呢就完成了复杂的根管治疗。这下你又可以想吃什么吃什么了。你不小心磕掉了半颗门牙，说话呢一直漏风，天天被同学嘲笑，都喊你豁子牙。你决定去做个修复，医生呢也没有让你失望，最后的修复效果足以让他们闭上臭嘴。不幸中的万幸，你的门牙磕得不是很深，没有伤到牙根和牙髓。如果非常严重的话，那就需要先做根管治疗。但像你这种情况，直接进行光固化树脂补牙即可。先在表面涂一层酸死剂，让表面变得更加粗糙一些。冲洗吹干后，涂上粘合剂，然后呢进行光照固化。接着医生取来石膏模型，制作诊断蜡型。然后医生系统的补牙操作就开始了。大家记住，如果牙齿不小心磕断了，第一时间呢保存好磕断的部分，赶紧去找牙医进行一个修补，效果呢会更好。补完之后呢，医生会用车针进行表面的打磨处理。最后呢，再对牙齿进行抛光，表面就会变得更加光滑，看上去形态也比较美观。最后呢，取出排龈线，就大功告成了。这效果绝对能惊艳你的同学。不过呢，以后不能啃太硬的东西，稍有不注意，就有可能导致脱落。又变成了豁子牙。他把生牛肉当面膜，整张脸贴满了新鲜牛肉，血水还不停地滴下来。用完的生牛肉也不浪费，直接吃掉。边吃呢还边笑，还说敷完后皮肤光滑有弹性。更夸张的是，敷完面膜后，他竟然用大骨汤洗脸，还必须用熬了12小时的牛骨汤。他说自己是干性皮肤，骨汤里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对皮肤很好。最急的人是他妹妹，认为姐姐38岁的年纪看起来像18岁，容易引来非议。而且由于常年吃生肉，去医院检查后还发现身体竟发生了一个奇怪的变化，但他却并不在意，反而变本加厉，让记者也试一试牛肉面膜。从袋里拿出新鲜牛肉，就往记者脸上涂，边涂呢还边问记者敢不敢动。记者吓得直接不敢动。不一会儿，记者脸上都被覆满了生肉，静静躺在沙发上感受效果。看到不停渗出来的血水，他却忍不住流口水。敷完后直接扯下一块塞进嘴里，还说口感非常滑嫩爽口。他还推荐记者尝一下。记者含着生肉，迟迟不敢吃下去。他每天都要去买新鲜的生肉，检查是否新鲜的方法就是直接生吃。店主露出了关怀智障的眼神，他却并不在意别人的看法。确认新鲜后，直接买了一大袋，回家后简单调个蘸料就可以开吃了。因为吃着也很费钱，他没事就去餐厅打工，这样还可以顺便吃点餐桌上的剩肉。老板看到后也不敢说什么，毕竟敢吃生肉也是个狠人。等发工之后，他摇身一变又成了顾客，在自己的打工店继续买生肉吃。虽然吃的是烤肉，但从来用不到烤盘。他这一天的工作收入才3万块，然而一顿就吃了8万块的生肉。这天他遇到了另一个喜欢吃生肉的人，两人来到一肉店，开始了比拼。大妈拿起一片生猪肉，蘸点酱油就开灶。大妈表示吃生肉还没怕过谁，两人很快就吃完了一盘猪肉。接下来两人准备吃活鱼，简单处理一下，抱起来就啃，一口下去还会爆浆。不一会儿，整条鱼只剩下了骨头，两人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还约好以后要经常出来一起吃。但这样生吃真的健康吗？最后大家还是带他来医院检查，结果在他肠道里发现了一条长达1米的猪肉绦虫，医生及时为他进行了驱虫，还告诫他为了健康千万不要继续生吃了。这个山洞会流血，暗红色的液体瞬间就会把整个湖面染红，水面闻起来还带着一股血腥味儿。这种现象每月都会持续好几天。更神奇的是，即使在寒冬腊月，湖水竟然是温热的。当时就有人猜测，洞里可能藏着某种大型的生物，是这种生物流血了。这一琢磨，马上就有年龄大的村民想起了当地一个传说，说是在很久以前当地大旱，老百姓都快渴死了。有一个叫李昂的教书先生，在洞前找到了一眼神拳，用它救活了当地的老百姓。从那以后，李昂就化身成了一条龙，居住在洞里。
而每当有灾难来临，就会流出血泪。在山洞旁边的神龙雕像，据说就是用来纪念李昂的。虽然在以前，村民对传说都是半信半疑，毕竟呢，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从没人见过真龙。可眼下看到跟血一样的湖水，说不定洞里真有一条龙存在，搞不好啊，还是一条母龙。就在大伙浮想联翩的时候，现场又发生了一件更加惊人的事，洞里竟然传来了小孩的哭声，这让村民倍感不安，都认为要有灾难来临。不少人还在雕像前诚心跪拜，祈求神龙息怒。说来也奇怪，祭拜的人多了以后，血水就突然消失了，而且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没听说哪里发生过大灾。不过呢，还是有人不相信洞里有龙，他们还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进洞里一探究竟。随着船渐渐靠近洞口，水的颜色也越来越深，慢慢就变成了深红色。越往里走，心里越发毛，一路上小心翼翼，生怕惊动了怪物，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他们刚进入洞穴深处，就看到水面上突然闪过一个黑色影子，两人吓得落荒而逃。不久后，洞穴里再次流出血水，关于洞穴的流言又传开了，不少人言之凿凿，说这洞穴里肯定有龙。眼看这事越来越离谱，当地政府看不下去了，请来了地质专家。说来也怪，专家来了之后，他居然就不流血了，没有血水，只能先检测一下湖水。检测结果显示，湖水中的铁离子含量异常高。专家认为，虽然湖水是从这洞里流出来的，那就要去洞里找原因。于是专家一行人坐船进入洞穴。随着他们不断深入，专家发现有一块岩壁的颜色明显发红，与其他岩壁一对比，那就更显眼了。用手在这块岩壁上轻轻搓了搓，竟然把岩壁上的红色物质搓了下来，而把红色物质放入水中，清水立刻就变成了血水。专家研究了半天，说这个红色物质就是氧化铁，俗称铁锈，这就是形成血水的真正原因。原来在洞穴附近有很多铁矿，当地下水流过，就会把铁一起带走。一旦进入水中的铁锈增多，它就会出现流血水的奇观，而水中的血腥味其实呢就是铁锈的味道。每到凌晨3点50分，手机都会准时响起，而且手机会自己接听电话。电话那头一个女生一直重复说着我爱你。更奇怪的是，没有任何通话记录。刚开始呢，以为是手机有毛病，维修人员看了半天，却说一切正常，这很不科学。而且手机号是自己新办理的，除了家人，没人知道。他们还说之前做过噩梦，梦里的人说要把他带走。现在联想起来越想越怕，甚至得了恐慌症，浑身哆嗦，要吃药才能入睡。这诡异的现象每天上演。大叔说感觉是被什么东西缠上了，好像是鬼的恶作剧。节目组安装了摄像机，第二天查看录像，手机依旧自动接听，电话那边还是重复一句我爱你，依旧没有通话记录。工作人员也觉得不可思议，突然发现手机上方一直有闹钟的标志，点开一看，设置的时间就是3点50。大叔皱着眉头一脸无辜，我不记得定过闹钟啊，但就算是闹钟的声音也不应该是女生啊。工作人员点开闹钟铃声一听，就是一直重复我爱你的女生语音，而且是录制的通话声音。工作人员认为这声音就是大叔和妻子通话时录下来的，声音就是妻子的，因为录制的声音会发生变化，所以没有听出来，一切都是误操作而已。下面小哥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每次经过这个天桥，他的车就会无缘无故的鸣笛，双手根本没按喇叭，来回多次验证，每一次都鸣笛。晚上经过这里，喇叭声音还变得更大，然而其他车辆并没有出现这种现象，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小哥身上，这让他感到害怕。有人说之前一对小情侣在天桥上吵架，男的错手把女的推下了天桥，正好被一辆卡车撞到，当场死亡。撞人的就是这种货车。听完这句话，小哥当场就快吓尿了。他的货车就是刚买的二手车，买的时候很便宜，他还以为捡了个大漏，该不会撞死人的车就是这一辆吧？没办法，节目组找来专家认为是喇叭本身问题，换上了一套全新原厂喇叭后，再次开车经过这里，喇叭还是响了起来。这就很奇怪了。他现在非常尴尬，前面堵车，正好停在天桥下面，喇叭一直响个不停，别人都以为他是傻子。专家又研究了半天，发现喇叭开关很灵敏，一些细微的电信号都会导致喇叭电路接通，初步推测可能是附近无线电干扰导致的。而且发现天桥上有类似避雷针的无线电装置，用专业仪器测量，果然发现了很强的无线电信号，也就是这个信号导致了汽车鸣笛。那现在要做的就很简单了，改装整个喇叭系统就好了，解决了小哥的问题。下面这个大叔的车又遇到了新问题，每次开车经过这个收费站，导航就会离奇失灵，触屏一点反应没有，但是经过其他收费站却一切正常，而且在对向车道经过这个收费站，导航工作很正常。大叔说回老家都是走这个高速，每次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好像有什么东西试图阻止他上高速。而且据他了解，这个收费站之前就是一片墓地越想越害怕，那会不会是这个车型的设计缺陷？节目组找来同款车型测试，开车经过这个收费站一切正常，专家猜测可能是收费站的无线电信号干扰到了导航，随后用设备检查附近的无线电信号，没有任何发现，接着检查了导航，也没有任何问题。经过了解，大叔每次过收费站后都是直接右转，专家决定这次在经过收费站后选择直行的方向看看有什么反应，没想到直行后导航正常。
常了。这时专家看到远处的指示牌，瞬间恍然大悟，直接让大叔升级导航系统。系统更新完再次经过收费站，果然就正常了。专家这时也给出了解释，原来导航没升级之前只能识别25个字，然而要去的地方路标指示牌上超过了25个字，导致导航无法识别，崩溃了。好了，我是岳飞，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他的眼睛会喷水，只见他倒了一杯汽水，直接用鼻子喝了起来，喝完捏住鼻子，用手掰开眼皮，只听吱的一声，一道细水柱从眼角喷了出来，喷出了2米远，足足持续了10分钟，工作人员的裤子都被喷湿了。这还没完，他又拿出一个气球塞进耳朵，捏住鼻子后，气球竟然一点点的变大，这耳朵成了打气筒，不一会儿就把气球吹爆了。接下来他又表演了眼睛写字的绝活，都是在眼睛涉水基础上延伸出来的。他说做这些就是为了好玩。之前看了一个狗血韩剧非常感人，但很奇怪，看着看着家里的天花板突然开始漏水，但外面并没有下雨原来不是天花板漏水，是自己的眼泪喷出来了，这才知道自己还有这种绝技。从此他开始不断挑战自己，从刚开始喷得很短，慢慢到现在能喷2米远。现在呢，他还要做个更大的挑战，用眼睛喷水灭蜡烛，结果喷出来的水流太小，没有成功。拿着镜子左看右看，不应该还打了个喷嚏疏通下鼻腔，又试了几次还是不行，原来是感冒了。小哥说等自己好了会继续挑战，听说有人能喷4米，自己准备刷新世界纪录。下面这个大叔看了后表示，年轻人始终是年轻人大叔的耳朵是个吹风机，把软管一头插入耳朵，另一头对准蜡烛，一口气就吹灭了20根，接着又把气球连接软管插入耳朵，一个深呼吸，接着捏住鼻子，气球肉眼可见的变大，不到5秒钟气球就吹爆了。工作人员试了试，也不错，掏出了一坨耳屎，拿纸巾靠近大叔的耳朵，纸巾被吹得来回摆动。大叔还经常被邀请做表演，还上过电视，平时生活中呢也可以用到这项才艺。过生日吹蜡烛那必须用耳朵，儿子也熟悉大叔的套路，轻车熟路的接过软管对准蜡烛。对大叔来说，蛋糕上加点耳屎才美味。那他是什么时候发现这项才艺的？大叔说小时候会拿树叶子吹，吹着吹着吧，一坨耳屎飞了出来，正好落到朋友嘴里，朋友都懵了，这才知道原来自己耳朵还会出气，从此都没再掏过耳屎了。妻子很担心他的身体，节目组带他来医院检查，医生说大叔的耳膜和别人的不一样，当他捏住鼻子吹气时，耳膜就会打开，风就从耳朵漏了出来，但这样对耳膜是有伤害的。大叔表示以后会尽量少做，然而转身就给小朋友表演起了吹气球，看着小朋友开心的大笑，大叔很满足，同时也告诉小朋友不要模仿，还说了很多对身体的危害，小朋友都听懵了。我也没想尝试然而下面这个更奇葩，每到深夜，健身器材上就会吊着一个怪东西来回摇晃，你说看着像人吧，但又看不出腿在哪。大家决定白天再来，白天就看到一位大妈倒挂在上面一动不动，看不出是人是鬼。工作人员壮着胆子上前查看，大妈一句安宁哈 CEO， 吓得工作人员连连后退。大妈说自己在锻炼而已，问她多大年纪了，大妈说也没有很大，今年72，她每天都要倒立5个小时。旁边的老太太都看傻了。工作人员问旁边的大妈有没有尝试过这种锻炼方式，大妈露出了关怀智障的眼神。大妈说这种倒挂方式能锻炼全身，说着就展示了一遍，动作行云流水。节目组找来了4个小伙子和大妈 PK， 小伙子们信誓旦旦，根本不把大妈放在眼里。比赛才过了1分钟，一个小伙子双腿不停颤抖，败下阵来，另一个还可以，足足坚持了5分钟，只有大妈还在一动不动的挂着，显得很轻松。不仅如此，大妈还可以一只手轻松掰开苹果，即使在家里，大妈也不会停止锻炼，就这样倒立看电视，做菜吃饭也要时刻劈叉来锻炼柔韧度，甚至在她70岁的那年还得到了瑜伽教练的证书真的是有够疯狂。好了，我是岳飞，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村头的坟墓凭空出现了一个洞，看痕迹应该是刚挖的，晚上还看到个黑影一直在周围晃，这诡异现象令村民倍感不安。隔天坟头上又出现了一只狗，一直在附近徘徊，有人靠近就会大叫，就这样不分昼夜的趴在坟墓上。这狗并不是村里的，为啥会一直守着坟墓呢？村民觉得可能是这墓主人投胎成了狗。节目组让大家不要迷信，想要找到原因，看来得从坟墓下手了。但这都是老坟了，在村里问了一圈，根本不知道墓主人是谁。但很快一位前来扫墓的大妈告诉了大家一个关键信息，说前段时间来扫墓见过这狗，狗狗是有主人的。接着大家还在附近发现了狗链子，而且每当车经过这里，狗狗都会警觉地注视着每一辆车。大家猜测狗狗应该就是被遗弃在了这里，它一直在等主人来接。大家决定帮它找到主人，各种途径都试过了，甚至连派出所都去了，也没有找到。坟墓下的洞也是他挖的，平时就住在里面，大家都很担心他的健康情况。兽医观察到他鼻子很湿润，看起来还是很健康的。现在当务之急就是给他提供食物和一个狗窝。他远远地待在一边，谨慎地看着村民做的一切，但很快就接受了村民的爱，看起来也是饿了好久了。大妈表示在没找到主人之前，自己会好好照顾他的。
他把鞋油涂在脸上，连续10年，每天都要涂1盒，10年来没洗过脸，除了眼睛和嘴巴，脸上都被厚厚的鞋油覆盖。鞋油干裂后，令他疼痛难忍。即使这样，他依旧每天涂抹鞋油，从1天涂抹1次，直到后来的1天涂1盒，边涂还边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就什么都不说，紧张的环顾四周，焦急的等待着什么，又好像在躲避着什么。随后跟着一个女人来到衣服回收箱找衣服，说女人是他姐姐，询问姐姐情况，姐姐却越来越激动，看着不太聪明的样子。晚上他们就随便找个凳子睡觉，此时温度零下4度。节目组想要帮助他，却被拒绝了。节目组带他们来到派出所，想确定一下他们的身份。根据指纹找到了他的家庭信息，节目组决定带他们回家。刚上车，一听说要回家，姐姐立马暴躁的哭了起来，还让节目组赶紧放她走。没办法，只好原路返回。随后姐弟俩坐上地铁，消失在了镜头里。节目组单独去拜访了他家里，父亲说他俩智力有缺陷，经常离家出走，曾经多次阻止也无济于事。为了寻找他们，父亲到处张贴寻人启事，一直没有回音，还以为姐弟俩已经遭遇不测了。节目组想要帮他们团聚，在车站找了好几天，终于找到了姐弟俩。至于为啥不愿意回家，姐姐还是没有说。节目组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住的地方，经过长时间的劝说，他决定洗脸了。鞋油成块的掉落，整整洗了3个小时，终于清洗干净，这样看着正常多了。跟心理医生交流后才知道，之前有人在地铁看到智力缺陷的他，就无缘无故的开始殴打，往他脸上涂鞋油，还警告他如果不想挨打就要一直涂鞋油。慢慢的，为了保护自己，他就开始主动往脸上涂鞋油。这时姐姐也说出了离家出走的真正原因，原来姐弟俩还有一个哥哥，哥哥脾气暴躁，经常对他们拳打脚踢，两人天真的以为只要哥哥看不到他们就不会挨打了，才会不断的离家出走。经过长时间的心理咨询，姐弟俩终于放下心理包袱，同意回家，一家人终于团聚了，还表示以后不会再离家出走了。大妈把鳄鱼当女儿养，一起吃饭，一起睡觉，甚至还会给鳄鱼做美甲，拿出绿色指甲油给鳄鱼一只手均匀涂抹，拿毛巾垫上准备烘干，但鳄鱼好像不喜欢这个颜色，顺手就把指甲油卸掉了。大妈又拿了3瓶指甲油让他自己选，拿起粉红色在他面前晃了晃，鳄鱼竟然摇了摇头表示不喜欢。大妈又拿起了大红色，鳄鱼眨眨眼表示非常喜欢。大妈只好重新给他涂上红色指甲油，看着性感多了。做完美甲后，他就趴在床上看电视，最喜欢看动物世界，偶尔也看动画片。蜡笔小新就很符合他的口味，大妈只要一换台，鳄鱼就会去抢遥控器。为了让他看着舒服，大妈还会给他垫上枕头，盖上被子。鳄鱼大部分时间都是乖宝宝，偶尔也会发脾气，不停的用爪子挠地板，到处拆家。大妈却见怪不怪，说鳄鱼是个女生，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还没有找过男朋友，才会急得到处抓地，有时候还会看着窗外发呆。大妈最后也想开了，女大不中留，准备带她出去相亲。路过一家肉店时，鳄鱼直勾勾的看着牛肉，把找男朋友的事忘得干干净净。大妈只好给她买了10斤回家吃。这次呢，连上楼梯都不用抱，自己爬得飞快。她现在只想吃肉，一口下去一脸满足。吃饱后直接趴在客厅一动不动，大妈只能抱着她去洗澡，先用搓澡巾搓搓背，顺便来个全身按摩，洗完再擦点香香。鳄鱼闭着眼一脸享受，洗香香的鳄鱼直接爬上了床，然后大妈抱着她睡觉了，不知道会不会做噩梦。喜欢鳄鱼的不止大妈一个，下面这个大叔也很疯狂。大叔把鳄鱼当儿子养，每天给鳄鱼做按摩，偶尔还来个足疗，每天还要带它出门遛弯，回家就给鳄鱼洗澡，先把全身涂满沐浴露，然后用洗澡巾搓背，偶尔还会在洗澡水里加上葱姜蒜和料酒去腥。鳄鱼的皮肤非常厚，褶皱的地方很难清洗，不一会儿主人就累得满头大汗，鳄鱼却一脸享受。洗干净后还要给鳄鱼做美甲，精心打磨指甲后，然后挨个涂上指甲油，看起来美美的。最后还要给它刷牙，检查有没有蛀牙，完事后再来个亲亲，抱着鳄鱼就睡觉了。因为鳄鱼比较能吃，主人给它取名饿了么。主人说饿了么是自己捡到的，刚开始只是一个蛋，慢慢孵化出来，经过精心照料就变成了现在这个大体格子。还说饿了么从来没咬过人，甚至连发脾气都很少见，是一个可爱的乖宝宝。平时饿了么最喜欢就是看球赛，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旁边主人手里还抱着蜥蜴，主人说他俩都是忠实的球迷，每次比赛都要看，比赛输了还会伤心的哭，不一会儿球进了，主人很激动。饿了么其实也很激动，只是他比较高冷，没有表现出来。主人亲了亲饿了么，还和他击了击掌。其实呢，最喜欢做美甲的还有数下面这只狗狗，小白每周都要来做美甲，他有专属的美甲师，连美甲工具都是专属的。美甲师把各种颜色放在他面前，问小白这次想做什么颜色。小白有选择困难症，看了好久都没有选出来。最后美甲师又拿出一个芭比粉，小白眼前一亮，尾巴重新摇了起来，叫了2下表示喜欢。接下来开始美甲，第一步修剪指甲，把表面打磨光滑，接着刷上一层薄薄的底漆，最后涂上芭比粉。美甲师就是专业，过程中还不断和小白沟通，只是小白不太爱说话，连旁边做美甲的小姐姐都忍不住想笑，从来没想过和狗一起美甲。美甲师说小白之前一直来他们这里闲逛，专心的看着
的人们做美甲，直到有一次，小白坐在了顾客的凳子上，问他是要做美甲吗？小白竟然点点头，于是美甲师免费给他提供了服务。做完美甲的小白很开心，之后每当自己指甲长了，就会来美甲店。小白做过的美甲样式非常多，有带花的、带星星的，还有带钻石的。小白做美甲时异常专注，连美食都无法吸引他的注意力。那其他的狗是不是也喜欢做美甲？节目组找来一只做测试，这只狗狗对于美甲非常抗拒，一直试图把手藏起来。看来只有小白喜欢做美甲。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用黄金来补牙是种怎样的体验？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你用黄金补牙的过程。看到最后，我承认我羡慕了。现在就给你安排，等你躺平后，医生给你蒙上手术巾，开始操作。先用金刚石钻头去除腐质，腐质呢，也就是蛀牙上的黑色物质。为了将腐质去除干净，需要在几处做好标记，沿着标记保持垂直，一点点的去除腐质。过程中可能会有一点酸胀感，不过呢是可以忍受的。去除蛀牙的洞称为窝洞，现在要把窝洞内部打磨圆滑，方便后续安装填充材料。接着吹干窝洞内的水分，你这颗牙坏得很深，内部还有残留的腐质。医生换上小钻头继续去除，腐质已经靠近了牙神经，去除过程中要尽量小心。再次吹干牙齿内部，现在腐质已经清理完毕，接着就进入了修复环节，先涂抹上一层粘合剂，然后用紫外灯照射，让胶水迅速固化，随后塞入树脂材料，再次用紫外线灯照射，等树脂固化后，还要用钻头轻轻打磨窝洞的边缘部分，使它变得光滑，这样才能使马上要安装的嵌体紧密贴合，不易脱落。医生这时问你要用哪种嵌体材料，因为你比较豪气嘛，直接选择了黄金材质。接下来就要印模了，为牙齿量身定做黄金嵌体。先在窝洞里填充印模材料，对材料吹气，以便填充均匀。用力按压后，等印模材料变硬，可以看到印模很精确。这时呢，就可以根据印模制作黄金嵌体。等嵌体制作完成后，医生会再次涂上粘合剂，接着呢，给你安装金灿灿的黄金嵌体。把多余的粘合剂擦干净，等它固化后，黄金嵌体就牢牢站在了你的牙齿上。这样呢，你又可以啃骨头了。好了，做完了，醒醒吧。大妈肚子里竟然长了一朵花，花瓣清晰可见，甚至还有花粉。每次上厕所都伴有阵阵花香，连工作50年的医生都没想到，这竟然是由于一件小事造成的。大妈说，最近肚子经常伴有一股钻心的疼痛，感觉有什么东西正在肚子里生长。来医院通过胃镜一看，果然发现了异常。刚开始呢，以为是未消化的生菜叶，但随着检查的深入，发现问题并不简单。一朵完整的花呈现在眼前，花瓣花蕊清晰可见。检查的过程中还脱落了一片花瓣，可以肯定这就是一朵真正的花，看着就像在胃壁上长出来的，而且胃壁上还发现了几个奇怪的白点，还真有点像花朵的根茎，但胃里怎么可能开花呢？正常来说，即使花朵偶然进入体内，很快就会被胃液消化掉。医生百思不得其解，接着询问了大妈最近的饮食习惯。大妈说，为了过年回家相亲，最近呢在努力减肥，只喝了大量的水，没事的时候就去修剪鲜花。然后我们就在花篮里找到了同款花朵，大小一模一样。我们怀疑她不小心吃下了花蕾，在胃里正好开了花，但想想呢也不太可能。大妈还说自己修剪花朵的时候不断打喷嚏。这时呢，医生想到了另一种可能。医生说，如果喷嚏碰巧打落了花朵，花朵就有可能掉进水杯里，不小心就被喝了下去。正是因为喝了大量的水，胃液被稀释，不足以腐蚀花朵，花朵就得以完整保存。为了验证这一猜测，医生还做了测试，让实验对象喝了大量的水，随后吞下几朵花，接着来做胃镜检查。胃镜里果然看到了一片花瓣，继续深入检查，但始终没有看到其他的花瓣。像大妈一样保存完整的属实罕见，医生表示一定是多种因素综合在一起，才导致了这种巧合。大妈38年没摘过口罩，即使睡觉也不摘，从没有人完整的看过她的脸。有人说口罩下面的脸非常恐怖，看了就会做噩梦，只有在她洗脸的时候会摘掉，但从不照镜子，洗完脸就要赶紧戴上。节目组想让大妈摘掉口罩，也被拒绝了。不仅如此，她还一直用手扶着脸，好像很痛苦的样子，说必须要手动把眼皮翻开才能看清东西。大妈从衣柜拿出自己年轻时的照片，看着很正常啊，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真的是奇怪。即使和家人一起吃饭，也不会摘口罩，自己独自
一人在卧室吃，家人都20年没见过他的脸了，就连女儿拍结婚照他都没有参加，因为拍照要求摘口罩。经过长时间的沟通，大妈说出了自己的故事。原来她18岁结婚后生下了4个孩子，在生第5个孩子的时候，很不幸出生就夭折了，这对她打击很大。慢慢的嘴巴变得不听使唤，舌头也变得僵硬起来。大妈鼓足勇气摘下口罩，可以看到她的牙齿都掉光了，牙龈都是外翻的。医生说她这种情况就是心理原因导致的，很可能是孩子的夭折让她悲伤过度，以至于严重影响到了身体健康。医生给大妈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规划，希望大妈赶快走出来吧。和大妈一样，下面这个大叔也喜欢戴着面具，一个戴着诡异面具的人在无人的芦苇丛中弹琴，穿着白衣服，看着十分诡异，即使在深夜也会传来琴声，看到有人靠近立马扛着琴跑了。联想到最近发生的一起凶杀案，工作人员觉得这人可能不简单。第二天又见到了他，正戴着面具做表演。有人说他在街上弹琴已经有2年了，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都很好奇面具下的脸长什么样。表演结束后，他终于摘下了面具，满头大汗。那他为啥要一直戴着面具？原来啊，他的梦想是当一名钢琴家，但只要上台表演就会非常恐惧，手脚不停出汗，以至于失误不断。慢慢的，只要有人在，自己就无法弹琴，他不得不放弃了梦想，当起了快递员。偶然的一次，当他戴上面具弹琴时，各种恐惧紧张一下子都不见了。他开始尝试在街上戴面具表演，没想到大家都很喜欢看。他说刚开始很在乎别人的眼光，那现在戴上面具后，他不用在乎别人的感受了，感觉非常自在。节目组建议他摘掉面具表演，他内心还是非常犹豫。第二天下班后，他照常戴着面具表演。表演结束，他突然举起了牌子，上面写了自己一直戴面具的原因。这一刻，他决定摘掉面具，众人纷纷鼓掌支持。他不再紧张，不再恐惧，非常轻松地弹奏了一曲。所以说，直面内心的恐惧才是治疗心理问题的关键。大叔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花80万买的新房子，竟然长出了黑色蘑菇，一天就能长高半米，一到晚上呢，还会化成一滩黑水，看着非常瘆人。最诡异的是，拔掉后第二天就会重新冒出来，还越长越多，主人直接被吓哭了。物业把地板拆开后，才发现情况远比想象的还要可怕。然而专家说的话却更加让人意外。反正就是上个月开始吧，具体是哪天我真是忘记了。蘑菇我们自己弄掉过三次了，然后这是最严重的一次。这是早上，这是晚上，然后昨天突然间，你看就一天的变化变成这样子。到晚上的时候，我就特别着急，很多嘛，你刚刚也看到了，很严重的。然后我就带着小孩，我就在家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哭啊。长蘑菇的地方在卫生间的墙角，大概呢1个月前，墙角第一次长出蘑菇，当时他也没太在意，直接拔掉了。但是没过几天，这种长相古怪的蘑菇又再次冒了出来，而且呢蘑菇开始长得越来越多，直到最近的一次，一下子竟然长出了7、8朵。甚至呢，其他地方也开始长蘑菇。卫生间的吊顶上尤其严重，蘑菇白天是白色的，一旦到了晚上就变黑，还流出黑色液体，看着实在诡异。他找来物业处理，物业把地板撬开后发现，地板下不仅异常的潮湿，而且黑黢黢的一片。研究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具体原因，但可以确定的是，卫生间的防水没做好，有明显的渗水现象。接连4次长出蘑菇，还一次比一次多，自己住的实在不舒坦。王女士找到开发商要求退房，开发商呢却一口咬定是王女士自己的问题，死活呢就是不给退。实在没办法了，他找来节目组，现在最重要的是先确定这蘑菇有没有毒。于是呢，记者又找到了菌类专家。现在从图片上看呢，那么基本上可以确定它是这个墨子鬼砂在腐木上生长。它生长速度非常快。那么一般情况一夜之间就可以变成像木汁一样流下来，变成一根枝叶的。专家还说，虽然名字听起来有些惊悚，但这种蘑菇竟然是可以吃的。不过呢，要在幼嫩的时候才可以，但最好不要喝酒，否则会出现中毒现象。不过专家强调，只要是野生类的蘑菇，他都不建议食用。至于他家为何接连长蘑菇，专家猜测木板上应该有很多孢子，孢子呢就相当于蘑菇的种子，再加上地板潮湿，刚好呢温度和湿度都比较适合，于是就重新萌发生长了。要彻底解决王女士的心理负担，就要彻底解决墙角长蘑菇的事。专家建议，第一呢，要对地板进行更换和清理；第二呢，要保持屋内干燥和通风。在记者的帮助下，他再次联系上了开发商，对方表示会彻底进行清理。目前呢，已经对卫生间的墙角进行了整改，原有的地板已经拆掉了，地基呢也进行了清理，之后还会重新做卫生间的防水，装上新地板，相信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你为了能啃骨头，即将要花2万块钱在嘴里种1颗牙，整个种牙过程需要持续半年左右。但不得不说，最后的成品惊艳了我。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你的种牙血泪史。这个呢就是你的牙槽骨，而这些大大小小的钻头都是用来在牙槽骨上打孔的。刚开始钻孔呢要选择8毫米的小钻头，如果直接使用粗钻头，周边的骨细胞就会受到损伤。为了穿透坚硬的牙槽骨，医生调高了钻头速度，一切准备就绪，钻孔就开始了。可以看到孔洞打得很精确，现在呢要逐渐换成更粗的钻头，扩大孔洞。用粗钻头时转速一定要慢，否则呢会导致摩擦生热，烧毁骨细胞。钻孔过程中，钻头还会一直喷出生理盐水，就是为了降温。现在使用螺丝纹钻头，将孔的上端继续拓宽，这是为了让孔洞和种植体完美契合。孔打好后，医生取来像螺丝一样的种植体，开始种植的时候要尽量调低转速，慢慢推进去，才不会使接触面骨细胞损坏。种植效果非常不错。接着呢，还需要使用扭力扳手把种植体拧紧。现在呢，要将愈合基台连接到种植体上。等缝合好牙龈，大概呢就是这个样子。这是牙槽骨中的种植体，会和周围的骨细胞慢慢融合。这个过程呢叫做骨结合，最短需要2到3个月，最长呢则需要6个月左右。经过了几个月，牙槽骨和种植体已经充分结合，现在就可以把临时愈合基台取下，然后安装上永久愈合基台。现在需要安装人工牙冠，人工牙冠中间的洞是为了以后修理种植牙的时候方便拧开里面的螺丝，但现在呢要先用树脂填充，接着用紫外线灯照射固化。到这里呢，你的牙就种好了，看起来和真牙一模一样。好了，现在你就可以去啃骨头了，记得好好刷牙。这个小区地面温度高达83度，新鲜树叶只过了2分钟就被烘干了，轻轻一捏就成了粉末。蚂蚁爬过直接烤焦，连鸡蛋都能煎熟。奇怪的是，周围都不热，偏偏就这1平米的水泥地发热。其实等到太阳下山，这一块地方依然是热浪逼人。小区居民议论纷纷，有人说是漏电导致的，还有人说是天然气泄漏引起的。随后大家找来电工师傅检查了半天，结果呢并没有漏电。很快天然气公司的人也来了，他们拿出探头在地上扫了半天，也没有检测到泄漏的天然气。小区居民看着这一块发烫的地面，心里头更加不踏实。大家决定挖开地面，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找来了几个工人就开挖，可是没想到越往下挖温度越高，还伴随着阵阵白烟。再一看温度计，都已经到100度往上了。看到这反常的一幕，有人大喊火山要爆发了。一听这话，几个工人吓坏了，说啥呢也不肯往下继续挖，还把已经挖开的坑赶紧填上了。但火山爆发和这相差实在太远，属实不太靠谱。又有人说会不会要地震了，一听这说法，整个小区是人心惶惶。有人还闹着要搬家，物业赶紧请了几位专家来调查真相。一番调研之后，专家怀疑是放射性元素裂变造成的。这句话让所有人大惊失色，专家赶紧拿出仪器一通检测，还好没有检测到任何放射性元素。为了找出真相，专家说还得继续往下挖，但随着坑越刨越深，又一个令人惊讶的情况出现了。挖到大概1米深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滩积水，紧接着本来一直冒热气的坑慢慢就凉了下来，白烟呢一下子也不见了，连各位专家也是一脸懵。专家们商议片刻，说还得继续挖。为了加快进度，大家又请来了专业的钻探队，工人们搭起钻探架，把一根长长的砖头打进了地里，这一下去就挖上来很多黄土。钻探结果表明，小区地下的土层非常松软。这时专家一拍脑袋，说应该是地热导致的这种现象。专家认为在小区地下几千米处有着一些很细小的地下裂缝，地球内部的热量通过缝隙顺着松软的土层跑到了地面，就造成了地面发热的现象。至于挖掘过程中发热现象突然消失，是因为泥水混在一起形成了泥浆，这些泥浆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这些缝隙给堵住了，地热也就被隔开了，所以地面自然又恢复到了正常温度。村里这面墙经常流雪，有时晚上还能听到砸墙的声音。节目组蹲守了好几天，砸墙的声音再次传来，循着声音就看到了一位大爷正对着墙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工作人员壮着胆子上前询问，他却什么都不说，直接用拳头砸墙，墙上都出现了血迹。难道村里墙上的血迹都是他的？只见他手上长了厚厚的老茧，伤痕累累。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大爷却直接走了。白天节目组又遇到了他，他正对着电线杆挥动着拳头，电线杆被打得梆梆叫。这次大爷主动开口，说自己在锻炼身体而已，每天都要对着墙壁打
1万多次。打完电线杆呢，他又捡起了一块鹅卵石，做了一套奇怪的动作，接着咔嚓一声，石头就成了2半，身后的一堆碎石也都是他砸碎的。工作人员尝试了一下，差点敲骨折。大爷说自己练拳是非常有用的，家里面挂日历，需要砸钉子，没有锤子怎么办？没关系，只见他梆梆几下就把钉子砸进去了。想吃蒜泥也不用石臼，直接就是一顿梆梆梆，蒜泥就做好了。家人呢都很反对这种自残式的锻炼方式，但他却并不在意，还说因为练拳自己变得更健康，这样自己就有能力接送孙子上下学了。和他一样，下面这个男人也喜欢锻炼拳头，他每天都用手走路，一天要走5000步，还都是走鹅卵石路面。路人看得一脸迷惑，这人的腿是有残疾吗？突然他就站了起来，可以看到手上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还有未愈合的伤口，难道不疼吗？大叔轻蔑一笑，说我都做了5年了，一天不走浑身难受，不管是鹅卵石路面还是泥巴路面，大叔走的都很轻松，即使在公司工作累了就要休息一会儿。然而他的休息方式很特别，倒立睡觉，甚至还打起了呼噜，无论春夏秋冬都无法阻挡他用手走路，倒立上班，倒立洗澡。他为啥痴迷于这样的锻炼方式？原来啊，大叔之前得了严重的颈椎病，医生说必须要手术，然而那段时间自己生意失败，穷困潦倒，根本没钱看病，每天情绪低落，甚至得了抑郁症。绝望中，于是想通过运动来改善身体状况，让自己振作起来，慢慢的就喜欢上了倒立。但这对颈椎真的有帮助吗？一番检查过后，医生说颈椎看起来没太大问题，倒立运动对他恢复还是很有利的。随后又给双手做了 CT， 因为有老茧作为护垫，长期倒立对手上关节并没有什么损伤。如果喜欢这样运动的话，就可以坚持下去。不过要论手掌速度，还得看下面这位大妈。大妈一巴掌就能抓到25只苍蝇，一天徒手能抓1万只。据说没有一只苍蝇能活着逃出她的手掌心。家里的苍蝇见到她都吓尿了。只见她慢慢靠近，手掌微屈，突然发力，苍蝇就到手了。只要她出手，绝对不会落空，百发百中。正巧工作人员脸上飞来一只苍蝇，等到与苍蝇距离10厘米左右的时候，大妈迅速出击，活捉了苍蝇。工作人员看了也想试试，不过动作属实有点滑稽。大妈说徒手抓苍蝇其实很简单，首先要预判苍蝇的走位，苍蝇刚起飞的时候不太容易拐弯，手掌四指并拢，迎着它的头部慢慢靠过去，离苍蝇大概10公分时保持静止，等到它搓手的时候迅速扫过去，就可以把它活捉了。抓到苍蝇后用力摇晃，等到它迷迷糊糊了，猛地摔向地面，苍蝇就挂掉了。不一会儿地上就收集了一堆。大妈处理苍蝇的方式也很简单粗暴，直接丢进火里烧掉。家里时常会飘来一股鸡肉味，在大妈的努力下，家里苍蝇日渐稀少，有时候实在手痒了，大妈还会免费给邻居抓苍蝇，即使灭蝇器也没有大妈徒手抓的多。不得不说大妈的技能真的很实用啊。好了，我是岳飞，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嫂。